大家好，我是猫博士。今天我们来讲扛饿。人类不吃不喝也就能撑7天。不过我听说在开了挂的印度，有一位老人喝了一滴长生水，已经70年不吃不喝了，依旧活蹦乱跳。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如果有了解真相的朋友，不妨在视频下方跟大伙说道说道。相比人类，今天猫博士要讲的这2个生物，堪称饿不死的小强，绝对吊打人类的极限。第一位要出场的生物堪称南极的奇迹，它就是雄性帝企鹅。南极最低气温低至零下89.2摄氏度，是唯一一块没有人类定居的大陆。帝企鹅不仅生活在南极，还是唯一一种在冬季繁衍后代的企鹅。帝企鹅之所以敢这么豪横，主要是因为自身的身体构造和生存环境造成的。成年帝企鹅身高在1米左右，体重可达50公斤。这种身高体重放在人类中，绝对是个小胖子。我猜正在屏幕前看视频的小仙女们一定没它重。帝企鹅不仅是所有企鹅中身体最高、体重最重的，野外的帝企鹅寿命更是高达20年，甚至是50年。而这些都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雄性帝企鹅在繁衍后代时，居然可以做到60多天不吃不喝。这对一个小胖子来说，不让他吃喝，简直就是一种酷刑。帝企鹅一般是一夫一妻制，每年繁衍一次，一次只产1枚企鹅蛋。为了避免天敌，帝企鹅会选在冬季繁殖，而且地点就是在极寒的冰面上。通常雌性帝企鹅在5月份产下1枚蛋，剩下的就交给雄性帝企鹅了。它会将企鹅蛋快速滚到自己的脚面上，用肚子完全盖住。此时雄性帝企鹅的脂肪层厚达3厘米，即使外面温度低至零下40多度，却依旧能给企鹅蛋提供36摄氏度的孵化环境。一切准备完毕后，雄性帝企鹅从此不吃不喝，一动不动，背风而立，专心孵蛋。直到60多天后的8月份，小企鹅破壳而出，雌企鹅满载而归。历经2个多月，消耗了90%的脂肪，体重骤减10多公斤的雄性帝企鹅，终于可以飞奔大海，美美的饱餐一顿了。帝企鹅之所以能在严寒中一动不动，保持体温的原因，除了厚厚的脂肪，再就是它浑身密集的羽毛具有极高的隔热性。除了抵御寒冷，帝企鹅最深可潜入水下500多米，活动20分钟左右。这得力于帝企鹅的骨头是实心的，即使压力达到地表的40倍，也不会引起气压伤。不仅如此，水下的帝企鹅还会关闭体内不必要的器官，身体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也能在低血药浓度下结合并运输氧气。这都为帝企鹅长时间潜水捕食提供了保障。不得不说，这要是换做猫博士，不管是潜水、耐寒还是扛饿，早就一命呜呼了。说完豪横的帝企鹅，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生物，号称只要太阳在，我就饿不死。它就是一生只吃1顿饭的绿叶海蜗牛。开始讲之前，猫博士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正常情况下，当一个生物吃完另一个生物或者食物之后，它能吸收被吃的生物或者食物的基因吗？大家可以发弹幕猜一猜，1表示能，2表示不能。好了，结果就是正常情况下，基因是不能通过食用的方式被吸收重组的，但今天要讲的绿叶海蜗牛就可以。可这跟它扛饿有什么关系呢？关系特别大，不要着急，后面你就知道了。绿叶海蜗牛是一种腹足类软体动物，体长仅为3厘米左右，主要生活在北美洲东岸沿海的浅水或盐藻中。幼年的绿叶海蜗牛身体呈红褐色，半透明，有点像鼻涕虫。成年后就变成如翡翠般碧绿，宛如飘落在深海中的一片绿叶。因为成年后的绿叶海蜗牛总找不到充足的食物，没办法，就只能吃海藻。海藻遍地都是，绝对管够，这一吃不要紧。结果吃完海藻，绿叶海蜗牛就再也不怕饿了。究其原因，这就要回到刚才的提问了。绿叶海蜗牛能把吃掉的海藻中的叶绿体以及生成叶绿体的基因植入自己的消化细胞内，最终将这种基因跟自身的染色体结合起来。如此一来，绿叶海蜗牛就跟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出源源不断的碳水化合物，维持生命。这种通过食物获取基因的行为被称为盗食质体。按理说，光合作用不是植物才有的功能吗？它不应该在动物的细胞内发生作用啊。可绿叶海蜗牛确实做到了，这种情况在整个地球都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人类能破解这种转移机制，也能从其他生物体内得到相应的基因，不光是一辈子只吃1顿饭就够了，这对于治疗疑难杂症一定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如果真是这样，你最想获得哪种功能的基因呢？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是猫博士，感谢大家的支持，下期接着讲神奇有趣的动物，敬请关注。